作品中最难演绎的往往不是激烈的冲突，而是温柔的靠近。而敖瑞鹏与李兰迪在这方面几乎做到了极致。他们的感情戏不靠台词推动，而靠看不见的情绪引导。一次对视，一个浅笑，甚至是一抬手的轻轻触碰，都足以让观众瞬间沉浸。两人的演绎方式不同，却又完美互补。敖瑞鹏的眼神有故事，仿佛藏着千山万水的过往；李兰迪的每一个小动作都流露出细腻、温柔、真实的感情。这样的表演方式打破了传统偶像剧的套路，进入了情感真实流。情感戏里最容易暴露破绽的就是眼神。如果演员眼神空洞，哪怕台词多么感人，也无法打动人心。而敖瑞鹏和李兰迪的对视，总能制造出让人心跳加速的化学反应。特别是在那一幕雪中告白的镜头，两人都没有大幅度的动作，只是默默地凝视彼此，却像极了现实生活中的暧昧初期。眼神中的挣扎、温柔、羞涩与期待，传递的情绪层层递进，令人屏息。他们的互动细节堪称教科书级别的情感表达。在某场戏中，李兰迪因伤而颤抖地握住敖瑞鹏的衣袖，而他则下意识地将手附在他手上。这一动作虽小，却比热吻更令人悸动。在表演之外，这样的手指戏甚至成为了网友热议的焦点。有人留言说，就是这种小动作，让我相信他们真的相爱。由此可见，这种看似平常的接触，在他们的演绎下，竟成为撩人心魄的利器。除了眼神和触感，他们的肢体语言同样高度默契。在剧中，两人行走时的步调一致，转身时的配合自如，甚至在对方靠近时身体的自然反应，都说明了他们对于角色状态的精准拿捏。这些看不见的演技往往比直白的台词更能打动人。比如一场夜晚对话的戏，李兰迪不经意地挪步靠近，敖瑞鹏竟自然地伸手护住他的肩膀。那一刻，谁都看不出这不是他们本来的相处方式。而更让人惊喜的是，幕后花絮中，两人就像是认识了10几年的老朋友一般，经常互相调侃、嬉笑打闹。在一次拍摄间隙中，敖瑞鹏不小心踩到李兰迪的裙摆，吓得立刻鞠躬道歉，而他却笑着捶他：“你是故意的吧？”这种打打闹闹的氛围完全没有距离感，像极了现实中最默契的搭档。真实的默契不是演出来的，而是建立在日积月累的了解之上。两人在幕后的互动充满情侣感，却又没有任何刻意的暧昧。这种恰到好处的亲近，让人更加相信他们在剧中的爱意不是虚构的。有一幕拍摄失败后，李兰迪自嘲道：“都怪我不够专业。”而敖瑞鹏第一时间说：“没有，你是最稳的。”这份体贴与信任，正是默契最真实的样子。不少粉丝称他们是年度最佳荧幕情侣，并非空穴来风。他们的搭配打破了传统俊男美女的模式，更像是角色灵魂共振的自然产物。敖瑞鹏的剑客气质让人想起古代英俊少侠，而李兰迪则如同雪地中一枝腊梅，清冷却不疏离，温柔却不脆弱。这种气场的结合不是靠颜值，而是气质深度的契合。敖瑞鹏的外貌本身就具有鲜明的角色辨识度，特别是他那冷峻的眼神和刚硬的线条，非常符合古装剑客的审美。他不是那种油腻的帅哥，而是那种站在风雪中的侠者，自带孤高和深情。在剧中，他的剑术动作干净利落，情绪控制稳定精准，尤其是在守护女主时所展现出的坚定与隐忍，令人动容。相比之下，李兰迪的气质更加灵动。她的五官不属于第一眼美女型，但耐看、含蓄，有一种书卷气的沉静美。在剧中，她饰演的角色常常处于情感挣扎与自我保护之间，但她用微表情将这些矛盾情绪层层递进地展现出来。特别是在雪夜离别那一幕，她那一滴泪落下的同时，嘴角颤动，仿佛整个观众都被牵动了心弦。许多观众都说，他们不像是在演戏，而更像是在真实相处。这恰恰是他们最令人动容的地方。在时代剧充满套路与假象的今天，真实成了稀缺品，
而他们就是那股久违的清流。他们之间的互动不需要过多解释，即使不说话，只要一个眼神，观众就懂了。在许多采访中，导演和工作人员都提到，他们并不需要我们去强调感情戏的情绪，他们自己就知道该怎么演。这正说明了一个事实，他们已经将角色内化成自己的第二人格。有观众评论说，我不确定我喜欢的是角色还是他们本人。而这种模糊角色与现实边界的感觉，恰恰来自于他们真实情感的流露。他们把自己的一部分注入到了每一个角色之中。观众之所以被他们感动，不是因为剧中有多少句情话，而是因为那些无声的细节太过真实。比如，当李兰迪因为寒冷轻轻搓手时，敖瑞鹏默默将手套塞到他怀里；又比如，他在崖边徘徊犹豫时，他只是安静地陪在一旁，不催促也不劝说。这样的细节让人相信他们是真的在乎彼此，而不仅仅是在表演。这才是动人之处，不说爱你，但每一帧都在表达我在。私下里，两人也不是性格完全相同的人。敖瑞鹏偏内敛，做事稳重，李兰迪则活泼灵动，喜欢开玩笑。但正是这样的反差，构成了天然的互补式契合。在一次幕后采访中，李兰迪笑称，我话多，他话少，刚好互补。而敖瑞鹏则表示，他的能量感会影响我，带动我的节奏。这不是客套话，而是相互认同的体现。有趣的是，这样的性格搭配也正好映射在剧中人物的性格设定上，令表演更加自然顺畅。如今，观众不再满足于俊男美女的表面，而更追求情绪共鸣。而敖瑞鹏与李兰迪的对手戏，正是一种完美的情绪传导。一段感情戏能让人心跳、鼻酸，甚至落泪，不是因为剧情多狗血，而是因为像极了我曾经的故事。这种你演的不是角色，是我自己的错觉，正是他们最强大的表演武器。有趣的是，剧组工作人员透露，整个拍摄过程几乎没有重拍多次的情况，尤其是在情感戏部分。他们的节奏几乎一致，连摄影师都说，很多镜头我们一遍就收了。这种默契不是天生，而是在不断沟通中建立的。在空闲时间，两人经常一起对戏，讨论人物情绪，有时甚至会争论某一个眼神是否该更含蓄或直接。正是这些私下的努力，造就了荧幕上的无懈可击。表演是一场长期的拉锯，而不是你演你的，我演我的。两人的成功也来自于彼此的托举与成就。在拍摄某场高空吊威亚的戏份时，李兰迪因为恐高情绪波动，敖瑞鹏在一旁不停鼓励，我们一起上去，你不会是一个人。这种心理上的支持也延续到了角色之间的守护感。不知不觉中，他们已经不是简单的搭档，而是彼此信任的战友。正因如此，他们在剧中的每一场情感高潮都如此动人，因为真情从不止于角色。并不是每一对搭档都能被观众记住，更不是每一段合作都能成为 CP 感爆棚的代表。而敖瑞鹏与李兰迪却正在成为这种现象的代表人物。他们的 CP 感不依赖炒作，不靠绯闻，而是靠作品本身的打动人心。每一次眼神互动，每一场情绪递进，都是对角色与观众的双重负责。这种真诚是观众感受到并愿意为爱买单的关键。也许这部剧只是一个开始，但它已经足够让人记住这两个名字，敖瑞鹏与李兰迪。一个是风中执剑的少侠，一个是雪中独行的仙子。风与雪的碰撞，擦出了银幕最动人的火花。未来的他们也许会分别接触更多角色，但这一段江湖与雪夜的故事已经镌刻在观众心中。它不只是剧情的记忆，更是情感的共鸣与银幕的奇迹。